Hello，大家好，我是法老，欢迎来到我的塔罗占卜频道。那么今天我想为大家占卜，看看你们在外人眼里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你们自己在内心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你们在外人的眼中，还有在自己的内心的本我，是不是都是一致的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用塔罗牌来为大家客观的看一看啊。那我这边有4组的选项，我拿动物的神谕卡，分别为大家做了4个不同的参考物。那我们的第一组是狼，狼；第2组是我们的乌龟，第3组是金鱼，第4组是我们的斑马，那大家就可以凭感觉选一组自己觉得感应最深的。那如果你想选2个动物，那你也可以2组都去听听看啊。那我们现在就深吸一口气，好，闭上眼睛，然后想象一下哪一组卡是你想选择的那一组呢？选好了吗？选好了，我们就可以分组去看咯。好，欢迎我们选择第一组我们狼的小伙伴啊。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首先你在外人眼里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好，一张张看啊。第一张是我们的权杖十。好，你在别人眼里呢，应该是会很多东西，然后别人会觉得你好像永远是在忙碌的，别人看起来，别人眼中的你是非常的经常在忙，而且呢是同时在忙很多事情啊。如果不是说在忙工作的话呢，可能就是在为家庭的奔波。感觉你应该会蛮多种乐器啊，或者是蛮多才多艺的那种，就是很多的才华。在别人眼中呢，你是一个非常坚韧不拔的，有自己目标的那一种。但是呢，别人可能觉得你会有一点点疲惫哦，就是你在别人眼中可能是，别人会觉得首先非常佩服你，但是同时呢，他们也能感觉到你好像有一些疲惫的感觉。但是你可能自己呢，还是就是要一往直前，勇往直前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然后他们觉得非常信赖你，你有可能经常是做第一个做吃螃蟹的那一个人，给人感觉非常的有可靠，然后值得别人的信赖。好，看一下啊。第2张是我们的圣杯国王的逆位，他们会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但是呢，你故意的好像在别人面前会降低你自己的敏感，也就是说，别人会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但是你会故意，有的时候会故作坚强啊，会把自己的这一份细腻呢，就是不是很轻易的去展示出来。在他们眼里呢，你是一个情商非常高很会说话，很会替别人着想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他们眼里呀，你是很受欢迎的，然后有自己的小圈子，就是有一点点慢热，然后不是特别好接近，但是他们会知道你亲近，一旦进入到你身边的这个圈子，你又是非常的仗义，也是非常的好相处、好说话。如果别人想找你帮忙的话呢，你会义不容辞，你会给别人这种感觉。而且在一个小团体里面呢，是有一个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好，第3张牌是我们的力量牌，其实在别人眼里啊，你是一个非常勇于挑战困难的人，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你不管是遇到什么挫折好，还是问题也好，你是那个去解决问题的人。你并不是说袖手旁观或者等着别人来做，你是那个会很有执行力你是那个会踏出第一步的人，直面困难的人。
那尤其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那给别人感觉可能会贴上女强人的标签，或者是独立女性啊，有自己非常独立的思考能力，还有行动力，非常的可靠。而且啊，在别人眼里，你跟小动物还有小孩子的相处会非常的，别人觉得你会跟你很有亲近感，或者你家里有养宠物啊，或者是你对于熊孩子会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在别人眼里可能，有一些熊孩子是比较难以对付，或者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但是你就是游刃有余啊，有种这种感觉，然后面对一些自己在别人眼中就是不太好相处的人，你是有自己的一套沟通方法的。那总的来说，你是一个非常别人觉得你是天降大任于斯也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你永远在忙碌，你的行动力非常强，而且非常的自信。就是说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非常的果断的，但是他们又觉得你心思非常细腻，你又非常的体贴周到，会照顾别人，有一点尊老爱幼的那种感觉。就是虽然你非常有力量，但是你的内心是非常平和、非常温柔的啊。这个是你在外人眼中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你的内心，自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们用这套银卡来看啊。好，我们依然还是抽3张牌看一下啊。好，我们的第一张牌抽到的是我们的星币女皇牌的逆位，放在这边。好，那其实呢，你自己的内心啊，是一个非常顾家，然后是一个以有多少资源，以自己的事业或者说以自己的一份收入来获取安全感的人。也就是说，你会觉得，自己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你的自信来源于你的赚钱能力，还有你的事业，甚至你其实是有一点点觉得，事业跟家庭需要兼顾的一个这样子的人。也就是说，你不仅仅光满足于自己的事业，你甚至家里面你都会打理得井井有条，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风格去把自己家里面去布置的井井有条，非常有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你会有一种，我觉得是有一种给自己过多的压力，或者是说对自己的要求有一点点过高，甚至是我们说完美主义倾向啊。有一些宝子们呢，可能甚至会有一些洁癖啊，有一些就是对环境的洁癖，或者是说精神上的洁癖。然后你们经常容易晚上会有失眠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在。然后你们跟女性的相处跟女性的相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紧张，特别是跟一些比较年长一点的、跟你观念不合的女性，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跟她们相处起来不是特别的自然，但是呢，你又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然后这样子，因为在这个家里面，你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那这个家庭就是你说的算，你来做主的。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那么你跟女生相处，你应该是属于比较偏被动类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2张牌，我们的宝剑骑士。好，那其实在你的内心呢，你有一把非常非常严格的，像一把尺一样有一个坐标，有一个就是一把尺来衡量，你是一个非常有底线的人。也就是说，任何跟你相处起来，虽然说在外人眼里你是一个比较随和，好说话，
好沟通、好商量的人，但是其实你的内心呢是非常的原则、非常的强、非常有明确的界限。比如说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样子的朋友，你会跟他们说多少东西。同样大家都是朋友，比如说你就会跟他说事情的这件事情，跟你另外一个朋友，你可能就会跟他说另外一件事情，而不是说所有最亲近的朋友，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并不是。你会挑话题说，你也会挑事情的角度，在你自己心里，你永远知道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别人防备心比较高，就是并不是说所有人都玩得很开，你会有个自己的标尺。那如果说有人越过了雷池半步呢，那你可能就会打入你心中的那个小黑屋啊，有种这种感觉。然后你又是特别的理性，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话题，比如说涉及到宗教信仰，或者是你的一些很在意看重的点，你不惜为此跟别人吵架。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比如说别人跟我观念不一样，那我就哈哈一笑就算了，就不再多说。但是你不会，你会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仅限于你非常在意的事情。如果是说比如说像去吃什么那种小事情的话，你是非常随和。但是一旦跑到那种是非原则的观点，或者是你非常在意一些事情的看法上，你是会为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信仰站出来发声的人。那我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第3张牌。好，第3张牌是我们的金币1的逆位。你其实是非常注重于就是理财非常注重这件事情，你非常在意自己的收入，非常在意自己是不是能够把赚到的钱，然后好好的去规划，做一个理财，而且你永远是在找一个新的出路。比如说你并不满足于一种收入的方式，即使你现在有非常稳定的收入，但是你一直是在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赚钱的途径也好，赚钱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资源，或者是一些渠道你永远是在拓宽自己的，所以你永远是在路上，就像这样一个形状，有一点点像无限。其实你一直在开发自己赚钱的一个潜能，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能够看出来，这个经济、金钱是你自信的来源，是你说话做事的一个底气。为什么你可以独立？为什么别人觉得你可以非常的勇敢去面对一些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财力的底气，你有赚钱的能力，所以你说话非常的自信，你为人处事有的时候就会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比较有松弛感，或者是让你安心，那就是钱非常看重金钱，非常看重物质。我不能说你非常喜欢享受，我并没有觉得，因为你都是赚来的钱，你会比较牢牢的攥在自己的手里，生财之道，而不是说去乱花钱去享乐在这方面我都没有看到你有那种会享乐或者是过分的奢侈都没有。你是更希望是钱生钱，钱在你手中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或者是说投资，然后更加的精进自己。然后精进自己为什么？你并不太喜欢去学那些比较虚的，比如说我们说完全是因为爱好，比如说画画那种，或者是品酒师你的所有的出发点，你都是以一种以后这些能量、能力，能不能一些证书，能不能为我自己赋能，能不能让我有更多的资源。比如说我去社交，我就不会去比如说无用的社交，
那可能就是为了向上社交，就是结交更多的人啊，是有种这种能量在，好吗？这就是我们第一组选狼的小伙伴啊，外人是怎么看你的，然后你的内心本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就是塔罗牌告诉我们这一组宝宝们的，好吗？希望能带给你们一些启发。好，那我们下期见。好，欢迎我们选到第二组乌龟的小伙伴。那我们下面就来先看一下，在外人眼中啊，我们的宝宝们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好，第一把宝剑四的逆位，感觉到你是一个不愿意躺平，然后不太休息的人。首先，而且你喜欢户外，你喜欢运动，一般别人休息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在家休息，但是你只要是有精力，你都喜欢往外面跑，组织活动啊，然后去参加一些户外的，比如说登山啊、野营啊，或者是开着房车出去玩，很少看到你躺在那边摆烂啊、躺平啊，或者是休息。别人眼中你应该是一个不太喜欢，就是睡觉睡很长的那种，就是你的精力会比较旺盛。做事情呢，永远是一件事情做完了才会休息，而不会说我做到一半，然后先放着休息一下，然后我再继续做。你不是，你是那种一鼓作气就一定要完成的，否则你就不会说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如果这件事情完成了之后呢，你甚至会直接开始下一件事情。在别人眼中呢，你是一个有点像车轮，一直不停的在往前滚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很少看到你休息或者疲惫的一面，然后你也不会在别人眼中，你好像就是精力无限。不太会说喜欢在室内，那种坐着喝咖啡。相比之下，你可能更喜欢去公园里面散步。这是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好，我们再看一下哦。在别人眼中你还是什么样子的？圣杯骑士，圣杯骑士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你是一个在别人眼中闪闪发光的人。那我不知道你自己对自我的感觉是什么，但是在别人眼中，你有很多的才能，能说会道，然后非常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说一些让别人很开心、很舒服的话。可能在一个话题讨论上跟你说话，就觉得好像有被你治愈到的感觉。你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跟你沟通，他们会觉得你情商非常的高，然后会觉得好像跟你待在一起就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然后事业上怎么样暂时没看到，但是首先能看得到就是跟你玩乐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你展示出来就是别人休息天可能如果要出去玩，可能第一个就会想到你，或者是说有你在的这个小团体小组织里面，就是大家你是一个风云人物，你是一个核心人物别人都会觉得你非常的 charming非常的有魅力，非常迷人，然后异性缘特别好但是呢可能并不是说我觉得你好像就是有很多烂桃花这样，他会觉得你就是非常的有一个自己的界限在那边，就是说不是说那种一个渣男渣女的这种形象，而是他会觉得你非常有礼貌，但是就是会吸引到很多身边的异性朋友。好，我再来看一下这一张宝剑七。宝剑七的逆位，他们会觉得你好像以一己之力去对抗外面声音的感觉，会觉得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因为你比较有魅力，所以他们会觉得有的时候你会吸引到一些流言蜚语，然后你不得不一个人去面对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就他们在外人眼中，好像你经常是我们说枪打出头鸟，就是这种感觉，是因为你太过引人注目了，你是人群当中的一个焦点，所以很多流言蜚语在你的身边，就是讨论你的事情，可能是讨论你的长相、交友，然后或者是你的一些处事，甚至是一些你不认识的人，可能也会在背后讨论你。就是说在别人眼里，你应该是那种，也是属于大家的一个谈资，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别人很想知道，但是你呢，又不是跟所有人关系都那么好，所以他们对你就会有很多猜想，会有这种神秘感。那自然而然，可能有一些眼红的人，可能就会对你有一些流言蜚语。那别人眼中呢，你就是那一个去独立的，或者是说小部分你的很好，真的很真心的朋友，才会去就是帮你去对抗那些话，那些可能是对你不利的流言也好啊，还是就是背后说你嚼舌根啊这样子，别人会觉得你在一个聚光灯底下，然后又是闲不下来，比如说你好像是经常排满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一边上课一边有自己的爱好，还有兼顾自己的事业，那你做事业可能都是好几样事业放在一起，别人觉得你好像都没有休息的时间，好像你的日程安排都是按小时来计算的，没有看到过你休息跟放假的时间。然后呢，你又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人物，外表应该是俊男美女吧，你自己又非常的佛系然后别人就会对你有些眼红啊，然后就会说很多讨论你啊，然后你又是在别人眼中，你又不得不面对这一些流言蜚语啊。看一下啊，很好奇你内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星币三，星币三，其实在你的内心我觉得你是喜欢玄学的，你甚至是有一些信仰的人，你的内心有一些可能常人不太能够理解或者触及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你自己私底下非常喜欢去研究一些占星啊、东方玄学、西方玄学啊、易经啊，或者是奇门遁甲。西方的话嘛，就是占星啊，然后我们的星座、塔罗牌，或者是说一些玄学的，其他的门类你是喜欢这些东西的，相信前世今生来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然后并且内心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外表看来就是你好像是一个这种风云人物、亮哥美女这样子，但是其实你内心非常的单纯，而且其实你的内心是属于非常期待跟别人一起合作办一件事情的。我觉得你的内心对别人是有一点点依赖感你是非常渴望能够有一个谈得来的、能合作的很快乐的一个团体来支持你，然后去在事业上更进一步，甚至是生活上大家互帮互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而且你的朋友呢都是跟你不同行业的，你喜欢跟不一样的人结交朋友，你喜欢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就是跟你比如说肤色有差异呀，或者是说事业或者成长背景会有不同的，你喜欢去结交那一些人，因为从他们身上你好像就能获得有一个新的生命，好像就是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生活。内心还是比较单纯。好，看一下下面一张是，下面一张又是我们的宝剑七的逆位，那这个是我们这一组朋友你们的这个内心跟外在看来就是
有一张重合的牌出现了，就是宝剑七的逆位。好，我们来看一看哦。其实吧，我感觉到，如果按照这么说，那其实你是真的有在被流言蜚语、被一些别人嚼舌根的事情而困扰。事实也确实，你也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些事情对你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你没有办法不去介意别人的说的。那在外人眼中，其实你看你这把宝剑，是往外的。虽然他们都是逆位牌，但是在别人眼中，你是有点像独木桥或者孤军奋战，你是这样子劈开的那种比较中立的就是你会觉得我不做解释，或者是说我就是按我自己说的，我这样子我出去，然后这一些好像是就是有公正有不公正，因为别人不了解你嘛。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然后你是属于比较中立，你又不愿意解释。但是其实你看你的内心，这一张牌就是很明确啊，这些外部的东西其实都对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你更愿意的这一些，你听到外界声音，其实是那些不好的留言，就像这一把剑，它是直接伤害到你内心的。它是这一把剑，你看我们朝外面，这对着就是外部的。那这一把剑是对着我们内心，其实在你内心看来，那些不好的流言蜚语对你造成了伤害。但是呢，这旁边的那些好的，保留的那些好的，鼓励你的话，支持你、理解你的那些话呢，又给你带来了力量。所以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既是期待得到这些关注跟支持，但是其实你也是被这些流言蜚语所伤害的，并不像外界看到的你是一个不在乎的态度。在这边你看这把剑比较中立，而且它是朝外面的，所以说别人觉得你面对这些别人讨论你的事情也好，背后说你话也好，你是一个比较不在乎的态度，然后去面对，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第3张牌。好，非常神奇，命运之轮的逆位。在你的内心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想法，而且你喜欢研究的东西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被证实过的，甚至是一些其他领域的其他世界次元的那些东西，而且你喜欢有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世界。当你碰到外面的事情，你自己会躲进你内心的世界，而且看得出来你喜欢玄学，就是说你给自己在内心造出了一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会觉得非常有安全感，然后会有一种就是面对一些流言蜚语，你就会逃，比如说会逃到海外去的那种能量，或者是说就是到异地到外地去。比如说散几天心或者是说暂时就是说不想听到事情，然后去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待几天，然后去接触不同的风土人情，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而且你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相信命运起伏的，你对于一些大事情上面，你反而是非常淡然，非常看得开的。小事情上面你精益求精，非常追求好，但是真的遇到那种大喜大悲的事情，你反而是比旁人更加的淡定镇定。别人可能会觉得哇，一下子发生这种事情，好像天都要塌下来，或者是发生一件事情，好像开心的都要怎么样，但是你并不会。你好像有一种司空见惯的感觉，所以大事大喜大悲发生的时候，你反而是最淡定的那一个，因为你平时的内心世界已经很丰富了，很多的东西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已经都想到了。你的内心真的是非常的丰盛的，
你的内心世界已经足够支撑起外面的一些外界世界给你带来的一些起伏。所以说看到这一组的宝子们，我怎么觉得比较像是就是公众人物，而且是那种就是非常在聚光灯底下，然后而且是相信玄学的公众人物，就是你会受到别人的很多很多的目光，很多很多的讨论，然后有一些人会跟你有很不一样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对你其实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是你也从中获得了力量，然后从这一些宝剑七，这些流言蜚语，然后造就了你现在非常强大的内心的一个内核。好，这就是选择我们第二组乌龟这一组宝宝们啊，你们是非常佛系的一组人，虽然努力，然后又细腻，但是碰到大事情上又会比常人都要淡定啊，更加的见惯那些大风大浪的感觉，好吗？这就是我们选择第二组乌龟小伙伴。别人眼里跟你们自己眼里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那希望能带给你一些启发，我们下期见，拜拜。Hello，第三组选择我们金鱼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呀。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第一张权杖女皇。好，首先呢，你是一个特别会鼓舞人心的人，别人跟你站在一起，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当他们 emo 的时候，他们特别愿意来找你聊天，他们觉得你非常的有活力，即使跟你待在一起，不一定要跟你诉苦，但是只要是跟你在一起玩乐，或者是出去走走散步，即使不说话，你都能给他们带来一种生命力，一种能量感，然后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你喜欢摆弄一些花花草草啊，喜欢养鸟养鱼啊，养一些很有生命力的东西，或者是说在后院会去喂一些野生的小鸟啊、小动物啊，特别有爱心、有包容力。然后呢，你也是一个人缘特别特别好的人，在别人眼中你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你非常的阳光，然后非常的有活力，执行力也非常的高，而且呢，你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就是又能体贴到别人，但是同时呢，自己又是非常阳光，非常能够感染别人，生命力很强。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呢，他们会觉得你非常的，有一些性格有点像男孩子，就是有一点点假小子，就是非常的坦率直率，没有小女人的那种扭捏感，是非常的直率。如果你是一个男生的话呢，他又别人又会觉得你心思非常的细腻，然后朋友很多，然后又热爱运动，是有一种非常有活力的阳光少年少女，元气来形容你，非常的贴切。好，下面第二张呢是我们的这个宝剑8的逆位。那在别人眼里呢，你是那个经常一语就是一句话就能把戳中重心的人，就直接就能够看出一件事情的本质，一件事情的核心所在。任何那种幻象啊，或者是比如说你收到一些什么诈骗短消息、电话什么的，你是那个马上就能知道的人。而且别人如果在你内心就是搞一些小心思的话呢，你会很快就会知道。那你呢，就是那种就是反 PUA 的高手，
就是不仅仅是你自己哦，就是别人会觉得，渣男渣女是很难听你生的，真的，然后你的朋友也会，就是你对那种，带有目的性来接近你的不怀好意的，你马上就会知道，像火眼金睛一样，你就看这几把宝剑嘛，你都是朝外的，你看外面过来的一些对你有攻击力的、不怀好意的，直接就被你粉碎掉了，你是一个非常有慧眼的人。别人会觉得你好像是开了天眼吧，然后很多事情好像是有一种预见先知的能力别人不清楚的，东西你会有点像众人皆醉你独醒这种感觉就是你会看清楚事情的或者这个人的本质，所以说你的很多好朋友，比如说他们谈恋爱或者是干什么，他们都会喜欢找你说，因为你总是能够一语中的就马上会说出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就很可靠。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就非常的好。好，第3张牌是我们的教皇牌。你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我不太清楚是事业上，或者是比如说事业上的话呢，那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像 leader 一样，像一个老师一样，你甚至是就是给别人做培训啊，对吧？然后是老师啊，然后这样子的讲师，经常去演讲，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在学习上也是，别人都会说向你学习啊。或者是说，你会经常的就是有一个话筒摆在你面前，然后开讲座，然后到处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些观念想法。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光照在你身上，然后你在那边侃侃而谈，然后向别人说出你的想法，或者是传授你的知识。他们会觉得你好像什么都会懂一点，但是你知道的东西又是非常的深刻，可能别人就是比较难以理解，但是你会受到很多人的爱戴跟尊敬，因为你非常的，确实在一个领域上是一个专家中的专家，他们会觉得你看了很多很多的书，然后读了很多很多。就是很深刻的那一些东西你知道的并不是说很浅显的一些知识，而是那种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别人比较难以理解，但是你会经常去教大家应该是去怎么做怎么有种那种好像是教授或者是说教大家开班的那种感觉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你内心世界是个怎么样的人哦。我们来按银卡来看一下金币10。好，在你的内心，其实呢，你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跟事业两全的人你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在你的心里面，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渴望大家庭的人，你并不是说喜欢那种就是2人世界，你理想当中的家庭是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其乐融融，然后最好在有个宠物的那一类型。你是喜欢大家庭的氛围，你是喜欢在一个比较大的团体里面，而不是说就是3两好友小酌，你是喜欢定期有那种大家团聚啊，然后在一起热闹啊这一种感觉，然后你又是你的内心其实资源还是很好的，也就能够看出来，其实你是非常有家底的一个人，你可能是从上面父辈那一代会有收获到，不管是很丰富的知识，然后而且是有很丰富的财力，你都是从上面继承下来的，而不是说完全都是靠自我起家。你得到了很大一部分的别人的赞助或者是支持来成就现在的你，然后你对此也是非常感恩。好，第2张是我们的星币4，你的内心其实比较偏保守
这个其实我们从上面也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你不喜欢去冒很多的风险，所以你所在的这个领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并不是说你喜欢去尝试一些新兴的，或者是说还没有定论的东西，你去尝试的，去付出的时间跟精力，永远是你觉得安全的，保本的。这样子的一个，你是一个非常需要安全感的人，在你内心里面，你会觉得安稳就是胜利，活着就是胜利，而不在乎钱赚的快，或者是钱赚的，多，在你心目当中，安稳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好，我们看一下第3张牌，第3张牌是一张这个。圣杯九的逆位你的牌就基本上还是都是蛮大的。圣杯九，这有一种你应该从小到大，不管是奖状还是奖杯，或者是头衔，你有很多证书，这些其实都能对应起来。你看，就是可能是因为你有很多的奖项，很多的证书。很多的收藏，所以说你就可以作为别人的一个导师，或者是引领者，行业中的佼佼者，去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去传播一些你的知识就是因为你其实内心知道的东西不仅是非常深，而且是非常多，从小到大就是比较安稳的。好学生，你的奖状不一定是来自于就是各个科目的主业，也有可能，你的副业，然后你的一些兴趣爱好啊，钢琴啊，书法啊，绘画啊，甚至是奥数啊，体育比赛，计算机编程，滑雪运动那些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所以说你是一个非常。以那种喜欢考证，然后给自己身上镀很多金，镀很多证书，然后喜欢有很好的那种履历的这样子的人，你呢，其实挺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然后你的内心呢，其实又有一点点小小的卑微，看得出来，就是虽然在别人眼中你就是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人，但是其实你的内心，你的这些光鲜亮丽，是你自己的安全感，有非常丰富的学识。然后有足够的金钱在手上，而不是说拿出去就是风险投资，是你的安全感。你会觉得 OK， 我手上抱着这笔财富，以后呢，我给我自己的下一代，我会有很好的安全感。你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那并不是说喜欢出去花天酒地，或者是喜欢享乐，并没有。你是喜欢牢牢的把资源攥在自己的手上，然后过好每一天这样子的人。好，这就是我们选择金鱼这一组小伙伴，你们在别人眼中，还有你们塔罗牌，觉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希望能带给你一些启发。我们下期见，拜拜。好，欢迎我们选到第4组斑马的小伙伴。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在外人眼中是怎么样子的人吧。好，讲讲看好，第1张我们的星币国王的逆位在别人眼中，你其实是一个比较大佬型的人物，有一点小小的固执，但是呢，就是非常坚持自我，金钱不缺钱。又是一个有资源的，在外人眼中你生活过得不错然后好像是有那种实业的那种大佬的感觉。好，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注重事业型的人，如果是家庭跟事业，你会选择事业优先。在别人眼中呢，你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就是不是那种非常花花肠子，或者是那些非常会搞那种小到
旁门左道那种感觉，而是一个比较正经，然后会比较守规矩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呢，你自己的这个小圈子呢，也是比较难进的。你有你自己的一个像领域一样的一个界限。在别人眼中呢，你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非常诚恳的，而且是一个比较脚踏实地、稳稳一步一步迈向自己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不会说我去走后门，或者是说去干嘛，你会按照非常正规的渠道、正规的要求去按部就班的做。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力跟耐心的人。你不会说就是做事情非常非常的快，但是你会一步一步的做好做稳，然后很多事情你会去检查自己做的对还是不对，然后定期会有自己反省的一个时间留给自己，你会觉得这个阶段我有没有完成这个目标，然后你是属于别人眼中呢，你是属于非常的在自己的领域认真耕耘了很久的一个人。那比如说像这一组，感觉就有一点点像那种学法律或者是学医啊，就是那种学期会非常的长，学习时间会比别人要长。可能别人本科4年读完就出来找工作了，你可能会一直连续读到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然后甚至是留校在校的那种感觉。是一个时间非常长，你的工作也是，你不太轻易容易换工作，你经常是在一个岗位或者是在一个领域会做很久，然后做到有一定起色的人，而不是说我今天做这个3天2头他就换了，5分钟热度，你还是一个比较专一持久、有耐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OK， 好，看一下第2张是我们的宝剑6。那你在别人眼中是一个非常礼尚往来的人，也就是别人给你送东西，你一定会回一个差不多价值甚至是更贵的东西回去。你非常在乎长幼有序，或者是说尊卑那种，就是你会特别的尊老爱幼，然后对自己的前辈上司非常的尊敬，然后你也希望同样领域你做的这么好，也希望你的下属或者是说你的后辈能够尊重你，给你一定的尊敬跟一定的敬仰，然后这种感觉礼尚往来。那你会经常乐意的去帮助别人解惑，如果别人需要你去帮忙的话呢，你会非常乐意去帮助别人。那别人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慷慨就是愿意去为别人帮忙，去比如说他想进这个公司，那你也是愿意去告诉他怎么做，或者是帮他介绍一些门路的一个比较大方向的人。在他们眼中，你是一个哥哥姐姐的角色。你可能并不是独生子女，你可能是有自己的弟弟妹妹，那你可能会在别人眼中你是个好哥哥或者是好姐姐，你会跟小孩下一辈相处的不错，然后弟弟妹妹们也会比较听你的话，或者是说，如果你是独生子女的话呢，那你可能跟你的侄子或者是侄女关系不错，有一种跟一些小孩子关系很好的这样子，而且你的恋人可能是你的青梅竹马，或者是说你的事业合作伙伴是你的同学，有一种就是从小大家一起玩到大，然后大家又一起奋斗努力或者成立家庭外人眼中呢，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我们看一下第3张牌。好，来了一张大牌，死神牌的逆位。好的，那在别人眼中呢，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神秘感非常有神秘感。看到你呢，甚至是觉得你是不是有一种
就是在人当中并不是存在感非常强的可能就是你在人群当中并不是属于那种风云人物，而是属于待在角落里面不太说话，比较内向啊，然后喜欢穿颜色深的，特别是黑色的衣服啊，然后头发也不喜欢去染的非常的，就是其他颜色黄色什么的就不喜欢，就是一头黑色的头发，然后穿的一身黑的，然后装饰品也都是黑的，买的什么书包啊那种包啊，或者是东西外套什么的，这就是喜欢黑的，然后整个人的气场是非常的凛冽，非常的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甚至，但是真的跟你熟悉的一些人，又会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比较好说话，但是别人那些比较陌生的人看到你呢，会觉得要么就是存在感比较低，不会第一眼就注意到你，但是注意到你的时候，又会觉得你全身散发出的是一种不是很暖的气息，而是一种比较冷的气息，有一种高冷的感觉，生人勿近的感觉，但是你又是非常有神秘感的，别人又会觉得你好像是有点想亲近你，但是你身上是不是选这组的宝宝们有没有天蝎座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非常冷酷但是又比较迷人的那种感觉可能会吸引到一些比较阳光灿烂，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矮人然后吸引很多艺人吸引过来，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趣，很想一探究竟有一种生人勿近高冷的气质，但是呢整个人还是挺有魅力的，而且你喜欢大红色或者是黑色，黑色或者大红色是你最喜欢的颜色你喜欢那种色彩冲击感特别强烈的，有一些宝宝们或者是喜欢看一些恐怖片或者是喜欢钻研一些比较暗黑的一些小说啊、动漫啊、电影啊喜欢去看一些比较刺激的，玩一些刺激的游戏，蹦极啊，或者是比较喜欢去过山车、游乐园那种，就是有那种神秘的那种气场在，但是别人会觉得你很有魅力哦。来看一下你的内心是怎么样子的。别人会觉得你其实会给人感觉在你身边很有安全感的，他们会觉得在你身边的话，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敢靠近。你们看过那些比较凶神恶煞的一些门神啊，就是画的有一点点凶神恶煞，但是你把它放在门口的那些坏东西就不会进门，就是有在跟你在一起，就会有一种挺有安全感的，就是半夜走在路上，你就是很高大威猛的那种，然后一般的那种坏人看到你都不敢靠近的这种感觉。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一种黑长直御姐风格的那种。OK， 我来看一下你的内心。好，我们的第一张是星币9的正位，可以呀。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单身贵族姐姐真的是御姐型的当然，如果你是男生的话，也是不缺钱，就是那种父子少爷哥的那种感觉资源非常好不缺钱，不差钱，家里很有钱，然后或者是地主啊，就是坐着收租，或者是拆二代那种就是不愁吃穿，家里供得起，家里养得起你的那种，你内心其实是一个非常云淡风轻，很多事情你不在意，因为你有，所以很多事情小事情你会觉得就这样好了，我也不是很在意，你们去争，你们去抢，反正我都有一种这种很淡然佛系的感觉。其实你的内心有点迷茫，我感觉星币9一直给我一种就是你在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花园里面一个温室里面，但是呢你有一点点想出去，但是你找不到你的方向你的方向感并不是
那么好，你就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干嘛。因为可能你了解了很多不幸的事情，或者是身边的事情，你就有一点提不起动力，而且其实你躺平，你也不愁吃穿，你也饿不死，所以说你就没有这个动力去很认真的思考自己想干嘛。有的时候你从外面听到一些消息飞进你的花园里面，你会觉得其实我也有一点向往外面的世界，但是你好像没有勇气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你就会觉得我有点想，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去行动。你会觉得可能纠结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你依然还是躺在那边，然后你就会想，算了，那我已经头疼想了那么久了，我不想了，我也想出结果，那这样还不如再玩一盘游戏好了，或者是说，那就再看一集电视剧吧，因为真的不知道目标在哪里，在干什么，那你也饿不死，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迷茫，可能是因为你手上拥有的东西很多，然后外面的世界又比较烦，比较乱，所以你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有一种这种感觉。好，我再看一下我又抽到一张我们的圣杯八，好，正好又是加深了这个能力，就是说你其实是想离开一个地方，但是你没有办法脱离你现在的地方，你没有办法走出去的，你也不想就这么有一点像混着或者是待着的这个感觉，但是你走不出去，你被很多东西束缚住了，你对自己现状有一点点的沮丧，你就觉得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环境不是你想要的，你想换个新的环境，但是你不知道如何去做，然后你也没有方向。你有没有好的方向，或者是让你觉得足够满足的？比如说你的理想并不能支持你现在去行动。假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就是你现在不愁吃穿，你就是想我出去做一个什么事业，但是你的理想如果是说我想赚更多的钱，但是你现在生活也足够的安稳，你也饿不死，你最多就是说我再努力一把的话，也就是每一个月可能多个500块、1000块，我当然可能没有那么少，但是就是对你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你又觉得那我为什么每天要多这么可能要多1到3，甚至是3到5个小时每天去努力，然后就是为了少少的回报呢？你就会有一种没有方向感，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于是，如果说这样的话，你还不如直接还依然是躺在那边，保持现状。好，第3张牌，宝剑3的逆位，哇，这一组宝子们，你们真的，我说什么好呢？你们是挺会自洽的，挺会自我安慰，其实也挺会，就是自己给自己就是治愈好就是虽然说走不出去，也就是躺着，但是也行吗？就是还是很会疗愈自己，并没有给自己造成太多的内耗啊，没有内耗，就是事已至此了，有一些烦。有一些不开心，没有人生目标，然后有一些痛苦，然后也不想走出去。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生活也能过得去反正也不差钱，也不差钱。你能够完全的就是看到这个组宝的们是资源还不错，然后也能得过且过，甚至是过得可能比一般性的人要好。但是你们的内心是有一些些的匮乏，内心是有一些些的失去生活的生命的动力，你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有一种很迷茫的感觉，从这个牌上面看出来，真的很迷茫，也不知道是因为曾经有伤痛，然后以至于自己不能走出来，还是说因为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然后可能跟现实生活脱离的太久，然后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做。那其实这一组的宝子们，
我觉得我来看一下，抽一张看看我们塔罗有什么建议牌可以给到你们，还真的很有意思哦。你第一次看到内心这么迷茫的，好，抽出来一张这个，我拿的是我们的光牌来抽的哦。这一组宝泽梦，我给你们抽了一张建议牌，这张建议牌是权杖六的逆位。权杖六的逆位，其实你内心如果没有方向的话，其实是可以退一步去想，怎么样做才是对自己人生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这一张牌啊，可能是代表的是说名誉，但是呢，它是逆位，所以是说你不要光想着我做这件事情让我变得更有名，名声更好，这些都是很虚的。它是在提醒我们，就是一定要做很实际的事情。什么样子的东西才是让我们真正觉得人生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帮助别人。你要想，你努力奋斗的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如果是说你这个努力方向能够去帮助，或者说去拯救啊，那这个说的很大了，能够帮助到别人，别人需要你，那你的动力就会很大，你就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一件有福报的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是为我以后，不是说这一辈子、下半辈子，或者是说下辈子，或者是为我的后代，我在意的人有更多的回报。有福报，那就够了。那其实塔罗牌也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很多东西，如果你光去想一些很虚头巴脑，什么名声啊那种的，那你自然是并不需要啊，因为你也不缺物质。如果不缺物质的宝宝们，有的时候就想想看，做什么东西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对你身边的人、你在乎的人，做一些什么事情是能够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这样子的话，可能，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些小小的启发吧，好吧？这就是我们选择第4组斑马，的小伙伴们，你们外面的人是怎么看你们？然后你们自己内心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好，那还是希望你能喜欢。好，那我们下期见，拜拜。